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前两天呢，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聊天，他跟我说啊，他现在丁克的决心是越来越坚定了。这位朋友呢，35岁，已婚未育。最开始呢，他妈妈催生的那股劲头啊，真的是感动天地。我有幸见识过一次，至今印象深刻。但是后来呢，随着同龄的朋友都结婚生孩子了，在见识了无数被催出来的孩子的悲惨童年之后，他和他的母上大人都觉得，其实丁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每当我们说要丁克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人跳出来这样说：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，这还能不要孩子吗？你不生孩子，他不生孩子，那我们人类不就灭亡了吗？或者是这样，对啊，你不传宗接代，那我们家不就断后了吗？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的是只顾自己享受，哪像我们那时候都是要为孩子、为子女付出的呀。唉，现在人口结构已经老龄化了，你们还不生孩子，这万一要是打起仗来，谁抛头颅洒热血呀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真的太不懂事儿了，一点家国情怀都没有。甚至是这样，对啊，你不生孩子就体会不到生孩子的乐趣。虽然我也很累，但是每一次看到孩子笑，我心里都好满足的。还有你不生孩子呀，婆家都会瞧不起你的，生不出男孩，在婆家抬不起头的呀。其实我身边很多决定要丁克的朋友呢，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丁克的，而是看多了身边有孩子的家庭的悲惨状况，进而逐渐下定决心要丁克的。那原因呢，无非是3点：不喜欢、不想生，责任太大，无法承担。我们先说第一点，不喜欢。其实不否认，大部分女生多多少少还是有天然的母性的，看到可爱的动物，看到可爱的小孩，都忍不住上去玩一玩、捏一捏。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，很多男生，包括有一部分女生，他们真的是不喜欢孩子。有一些父母一定要去让这些不喜欢孩子的人，一定要生一个孩子，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，让自己享受到所谓的天伦之乐，让自己完成抱孙子的愿望，并且呢，只要孩子说不生，他就说你这个人真的是自私到极点，只顾着自己享受，只顾着自己开心，你也不考虑父母。那我就想问一下，是一个成年人，他知道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，于是决定不要孩子自私，还是一个父母，他明知道孩子不想要孩子，而硬逼着他去要孩子，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自私呢？第二点呢，就是不想生。你会发现啊，在信息越闭塞的时候，就越多人闭着眼睛就生孩子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生孩子、养孩子你会经历什么。在我们的父母那个年代，其实我们的父母也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生孩子，于是呢，他就稀里糊涂的把我们生下来。因为结了婚1到2年之后要生孩子是一个正常的路径，如果你不生，就你的生育能力和你的取向就会遭到质疑，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为了让自己显得正常，就生孩子了。但是把我们生下来之后，他们并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父母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。有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，我觉得是相反的。我养了孩子，我才真正知道我的父母当时是多么的轻松。我在养孩子的时候，我要关注他的心理健康，我要照顾到他的情绪，我要去学习育儿的知识，我要了解孩子在每个阶段的需求是什么，状态是什么，特点是什么，从而我有应对的一些方法。而我的父母什么都不需要学，他们对我最大的付出就是我花钱把你送到学校，然后让老师去教育你，让你好好学习。你写作业开小差打一顿，你尿裤子了打一顿，你不吃饭打一顿，你成绩不好打一顿，甚至我见到你我心情不好我也打一顿。而现在呢，信息越来越发达了，越来越多的女性知道生孩子养孩子要经历什么。当然了，生孩子对于女性的身体伤害还是被千千万万的妇女给隐藏了起来。很多小姑娘对于怀孕生孩子的概念还停留在你孕早期会孕吐，其实除了孕吐还会发生很多的变化，你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升高，这就意味着你的情绪会非常低落，你会莫名的流眼泪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产前产后都会抑郁，还有你的5脏6腑都会被挤压，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。
然后你孕晚期的最后3个月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，特别是最后1个月，那一整个月你都完全没有办法睡觉。生产就不用说了，12级疼痛。虽然到现在有很多人像我自己就用了无痛分娩，那我的整个生产过程是相对顺利的，但是有多少的妈妈生产的过程非常的不顺利，她们一直到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特别的痛苦。再说产后你会腹直肌分离，你会盆底肌松弛，你会子宫和内脏下垂，你会漏尿，你会反复的发烧发炎，你会堵奶。我们的身体上会有太多的伤害和疼痛，都被所有的人给忽视掉了，给静音掉了。直到像 ella 呀、谢依霖这样的明星在社交媒体上为女性发声了，那这些事情才会广泛的被大家给知道，并且在他们发生的时候，还有大批的人在骂他们，说这种事情你为什么要公之于众呢？那你们希望怎么样？你们希望这些事情所有的少女们都不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些事情不正是还没有生育的妇女所要普及的知识吗？你们男生被踢了一下蛋都会疼得跳起来，一个女人对于生育的种种痛苦有一些恐惧，这个很难理解吗？再来说第3点啊，很多人会觉得我担负不起这么重大的一个责任。其实有孩子就是对你以前生活的生活方式的完完全全的颠覆。有孩子的妈妈都会非常清楚，只要你有了孩子，你的生活就是围着孩子转的，你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要放在这个孩子身上，你一下子从你自己变成了妈妈这个角色。有孩子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跟睡觉睡到自然醒这件事完全的 say goodbye 了。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去旅游，有孩子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旅游，那真的是拖家带口的去加班。有的人会说，怎么就你矫情？以前的妇女生孩子养孩子不弄得好好的吗？那是因为以前的人都是把自己当工具的，并没有个人意识的觉醒。而现在信息发达了，人们教育水平也提升了，大家的独立意识、自我意识都会慢慢的起来了，那我们就更会去想，有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之前呢问过我一个丁克的朋友，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选择不要孩子呢？然后他就反问我说，你为什么选择要孩子呢？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？为什么要孩子呢？现在说养儿防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养儿不可以防老，当你老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大概率是护工，而不是你的孩子。金钱方面呢，也是大概率你去补贴你的孩子，而不是孩子来补贴你。那说传宗接代呢，也不是每个人家都有王位要继承的。那我们要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我自己会觉得，无论你对孩子的爱是不是无条件的，但是孩子他对你的爱和依赖是天然的无条件的。对于我来说呢，要孩子是用我的生命去见证另一个新生命的成长和发展。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将来孝不孝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活出自己，他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能不能选择他喜欢他想要的生活，而拒绝掉他不想要的生活。有的人说你没有孩子就体会不到有孩子的幸福，那我就要问了，是一个可以自主选择要或者不要孩子的女性幸福呢，还是一个必须要生孩子，生了1胎还要拼2胎，生了2胎还要拼男孩的女性幸福呢？我自己呢，孩子已经3岁了，我也能慢慢体会到当母亲的幸福，有孩子的幸福。但是很诚实的说，作为成年人，你任何一点的得到，你都要想清楚，你需要用什么去置换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置换的是我的时间，我置换的是我健康的身体，我置换的是从孩子落地开始，我就有18年的责任要去背负。我这里不想劝人生，我也不想劝人不生。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是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而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对错，只希望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本心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当我们的社会不再会有人去问为什么有人会不要孩子，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丁克，没有人再去骂那些选择丁克的朋友自私不负责任，那我们的社会才真正的进步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啦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，同时也别忘了订阅我，点击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从前有个人关注了我，后来他发财了。